孙子兵法所提倡的不只是战争的胜利，更是一种无战而屈人之兵的极高智慧，体现在了我们的各种生活与工作场景中，可以说是真正的生活哲学。史记第一，用智慧找出胜利的关键。我们以前总觉得战争是硬拼实力，以力破力，而真正的智者能以最小的代价赢得胜利，而这一切的开始就在我们这一章讲的史记。孙子告诉我们，战争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儿，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仔细研究。所以孙子教了我们5个要点来研究战争的胜败。首先是道，就是要和人民心意相合，人民才会全心全意支持。然后是天，这里指的是时机、天气等因素。第三是地，比如地形、地势、远近等等。第四是将，这就看指挥官的智慧、信誉、仁爱、勇气和严谨等素质了。最后是法，这里指的是军队的组织和管理。这5个方面，指挥者必须全部都懂，全都掌握，才能打赢战争。孙子还教我们要细心观察和比较两军的情况，看哪一方的君主更明理，哪一方的将领更有才干，哪一方更能把握天时地利，哪一方的军纪更严明，哪一方的兵力更强大，哪一方的士兵训练更到位，哪一方的奖惩更明确。这样分析比较，就能判断谁能赢。孙子还说，如果君主能听取他的建议，那么这场战争一定能赢。他还说，他的军事思想能被接受，并配合良好的外交情势，就能把握住战局的主导权。所谓情势，就是利用有利的条件来制定应对策略。战争是需要计谋的，所以我们要能装弱以迷惑敌人，要能装作退却以诱敌深入，要能假装打远的地方来打近的地方，要能在敌人贪心的时候用小利诱敌，要能在敌人混乱的时候打击敌人，要能在敌人充实的时候防御敌人，要能在敌人强大的时候避开敌人，要能在敌人威风凛凛的时候扰乱敌人，要能在敌人谦卑的时候使敌人骄傲，要能在敌人安逸的时候使敌人疲惫，要能在敌人和乐融融的时候分化敌人。总的来说，就是要在敌人没有防备的地方攻击他，要在敌人意料不到的时候行动。这一些就是指挥家的制胜秘诀，不能事先告诉敌人。还没有开始打仗之前就能够预知胜利的，那是因为筹划周密，条件充分。还没有开始打就能知道赢面不大的，那是因为条件不够。条件充分，赢的概率就大；条件不足，赢的概率就小。根据条件的分析，我们就能知道战争的胜负了。打赢战争并不只是硬碰硬，而是要巧妙地运用智慧来制敌。了解自己，了解敌人，就能掌握胜利。就像在人生的舞台上，我们要学会用智慧，而不只是运用力量去面对挑战，这样我们才能无往不利。作战篇第2章，善用资源，迅速取胜。这一章节我们将探讨作战这一个主题，它涉及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如果战争拖延太久，那么不只是士兵会精疲力竭，国家的资源也会被耗尽。所以如何善用资源并且迅速取胜，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孙子说，要发动一场战争，你需要准备的物资包括轻车1000辆，重车1000辆，全副武装的士兵10万，还要将粮食运送到千里之外的战场。这一些都需要大量的费用，包括前线和后方的支出，接待使节、谋士的费用，武器维护的材料费用，以及维护战车和盔甲的支出等等。每天要花费1000斤的黄金。只有做好了这些准备，10万大军才能出征战场。不过，军队作战最重要的是要迅速取得胜利。如果战争拖得太久，军队就会变得疲惫不堪，士气也会消耗殆尽。如果攻城，则会耗尽军力。长时间在外作战还会导致国家的财富耗尽。当军队变得疲惫不堪，士气消耗殆尽，军事力量耗尽，国内物资枯竭时，
其他的邻国将会趁虚而入。到那时，即使是再有智慧的人，也无法摆脱困境。在实际作战中，我们只听说过将军因为没有高招而不能迅速取胜，但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指挥高明却也能在持久的战争中获胜的将军。长期的战争对国家来说从来都是没有好处的，因此只有我们深入了解战争的坏处，我们才会了解用兵的好处。擅长用兵的人不需要再次征召兵员，也不需要多次运送粮食，他们会利用国内的资源来提供武器，并从敌国那里夺取粮食，这样军队的粮食就能得到充足的补给。国家之所以会因为战争而变得贫穷，是因为军队需要远征，这就必须进行长途的物资运输。长途运输将会使百姓变得贫穷，而驻军的地方物价也会飞涨，物价飞涨就会导致物资枯竭，物资枯竭就会导致赋税和劳役加重。在战场上，军力耗尽，在国内财源也会枯竭，百姓的财产将会损失70%，国家的财产也会因为车辆破损、马匹疲劳以及盔甲、弓箭、矛戟、盾牌和牛车的损失而损失60%。所以明智的将军会在敌国解决粮草问题，他们会在敌国夺取1吨的粮食，这相当于从本国起运的20吨，在当地取得1吨的饲料，相当于从本国起运时的20吨。因此，要使士兵拼命战斗，就必须激起他们的愤怒，并鼓励他们。要让士兵愿意去夺取敌方的军需物资，就得用夺取的财物来奖励他们。所以在战车战争中，夺取10辆以上的战车就应该奖励最先夺取战车的人，而夺取的战车应该立即换上我们的旗帜，并将他们编入我们的军队。要好好对待俘虏，让他们有归顺的心，这就是战胜敌人的同时使自己变得更强大的方法。因此，最重要和最有力的作战方式是迅速取得战争的胜利，最不适合的是让战争拖延。真正懂得用兵之道、深知用兵厉害的将帅，他们控制着人民的生死，他们主宰着国家的安危。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在战争中，资源的管理和运用都是关键。一场战争的长短都会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繁荣与否。因此，明智的策略是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尽快结束战争。这是一种我们都需要学习的生活智慧，让我们在面临人生的各种挑战时都能做出最好的决策。好，谋攻的第3章，我这几天也会加班加点的更新。孙子兵法这个系列，我会在今年年底把它给做完，请帮我分享给一位会对他有帮助的朋友吧，非常感谢。孙子兵法谋攻篇第3章，使用谋略要高于硬打硬。真正的战争策略不在于打硬仗，而是先行用谋略让敌人屈服。学会计策的谋略，比起每次出胜都用蛮力打硬仗，要更能带来长久的胜利。所以我们来了解什么是真正的谋略胜于硬战的道理。孙子说，用兵的原则是要让敌人全国屈服，不用打就投降了是最上等的，下一等就是打败敌国。全军降服，不打就赢是上等，击败他的军队是下一等。让敌人一个旅的部队降服是上等，打败他的一个旅是下一等。让他的全团降服是上等，打败他一个团的军队是下一等。让他全排的队伍投降是上等，击败他的全排是下一等。所以每次打每次赢并不是最好的用兵策略，真正高明的是在攻城之前让敌人的军事能力都差到根本无力抵抗。所以最好的用兵策略是用计谋取胜，其次是用外交手段，再才是出动军队，最下等的才是攻城。攻城是真的没有其他办法才用的。做攻城的器具需要花费3个月的时间，再做攻城的土山又要花3个月。如果军队指挥官控制不住自己的怒气，让士兵像蚂蚁一样去爬梯子攻城，结果士兵伤亡很重，但还是攻不下城，这就是攻城带来的危害。
所以真正懂得用兵的人会让敌人不打就投降了，攻取城池也不用硬打，消灭敌国也不用长时间的战争，他会用周全的纪律去取得胜利。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兵力不会消耗，但可以全胜。这就是用谋略攻敌的方法。用兵的原则是，如果你有10倍的兵力，就包围敌人；5倍的兵力就进攻敌人；2倍的兵力就分割消灭敌人。如果兵力和敌人差不多，就可以抗击；兵力少于敌人，就要避开正面接触；兵力弱很多，就要远离。所以，如果弱小的军队硬撑硬打，就会成为强大敌军的俘虏。将军是国家的帮手，帮助得好，国家就会强大。君主会造成军队的危害有3种情况：第一，不知道军队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打，但还是让他出击；第二，不了解军队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退，但还是让他撤退，这样就把军队绑住了；第三，不了解军队内部的情况，但还要插手军队的事情，这样会让士兵不知道该怎么做，不懂军队的权变之谋，却参与军队的指挥，这会让士兵们疑惑不解。当军队迷惑不解，外地国家的军队就会趁虚而入，灾难就来了。这就是自己把军队搞乱了，失去了胜利。有5点可以让军队能够取胜：第一，知道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打，在什么条件下不可以打，会让我们能够取胜；第二，知道怎么用多兵少兵，这一点也可以让我们取胜；第三，全军上下一心，可以让我们能够取胜；第四，有准备的军队对没有准备的军队，知道这一点也可以让我们能够取胜；第五，有能力的将军，国军不插手，可以让我们能够取胜。这5点就是预知胜利的道理。所以说，了解自己也了解对方，我们就能够百战不败。如果我们只了解自己，不了解对方，那么有时候可能赢，有时候可能输。如果既不了解对方，又不了解自己，那么每次打都会输。一场战争的胜利，并不只在于硬碰硬的打击，而在于如何巧妙地用谋略让敌人无法抵抗。了解自己和了解对手是走向胜利的关键。在人生的舞台上，我们也要学会用谋略，而不仅仅是用力量去面对挑战，这样我们才能无往不胜。第4章军行篇，让智慧带领我们走向无敌的战场。这一章，孙子讲述了如何巧妙地使用智慧和策略来建立我们在战场上的优势。孙子分享了如何在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并随着敌人犯错时把握时机进行反击。孙子说，打仗的高手总是先搭好防御攻势，让自己达到不可能被打败的位置，然后再找机会去攻击敌人。换句话说，他们一方面让自己不可能被敌人打败，另一方面又对敌人的破绽瞄准时机。因此他们就像在地底下挖洞一样，把自己隐藏的无懈可击。而在攻击时，他们又如同神兵天将，让敌人措手不及，所以他们就能既保护自己，又能取得完全的胜利。但是一个人能看到明显的胜利，并不代表他就是最高明的。一个人能打败敌人，而且让全天下的人都赞扬他，也不代表他就是最高明的。真正高明的人，就是能够战胜那些容易战胜的敌人，而且他们打了胜仗，也不会因为超出众人的智慧或者英勇的名声而骄傲。他们之所以能够确保每一次战争的胜利，那是因为他们的行动是建立在必胜的基础上，而且他们战胜的敌人往往都已经失去了气势。所以他们就像是先做足了准备，然后再去和敌人交战，而不是盲目的去战斗，希望能从困苦的战争中侥幸取得胜利。而兵法中有5项重要的原则：第一是计量土地的大小，第二是测量物资的多少，第三是计算兵力的数量，第四是平衡部队的配置，第五是追求胜利的目标。土地的大小决定了物资的多少，物资的多少决定了兵力的数量，兵力的数量决定了部队的战斗力，部队的战斗力决定了胜利的可能性。所以强大的一方就像是用石头来对抗鸡蛋，用强大的军事实力攻击脆弱的敌人。聪明的指挥官领导着部队作战，
就像是在万丈悬崖上开辟道路、克服困难的积水一样。这就是战争中的形势。我们了解战场的环境，建立起我们不可战胜的位置，并在时机成熟时果断的进攻，这会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同样的，这也适用于我们的人生。我们需要学会预测可能的困难和机遇，并做好准备，这样在适当的时机，我们就能够迅速的行动，战胜困难，实现成功。第5章，兵士，创造势能，掌握战场的节奏。孙子告诉我们如何有效地组织和指挥大军，以及如何运用机政的变化来取得战争的胜利。他用流水推动大石和猛禽击败小鸟的情景来比作战争，以显示在战场上建立险峻的形势和短促有力的节奏的重要性。孙子说，治理大军就像治理小部队一样有效，需要有合理的组织、结构和编制。指挥大军作战就像指挥小部队一样到位，需要明确而高效的信号指挥系统，整个部队和敌人对抗而不失败，需要正确的运用机政的变化，那就是攻击敌人的时候像砸鸡蛋一样容易。这关键是在于用实际行动打击虚弱之处。在战争中，通常正规部队负责正面交战，而特殊部队则以奇袭方式取得胜利。运用特殊部队的人可以创造出无穷无尽的战争变化，就像天地运行，江海永不枯竭一样。音乐只有5个音阶，但组合变化却无穷无尽。颜色只有红、黄、蓝、白、黑5种，但组合变化永无止境。味道只有酸、甜、苦、辣、咸5种，但组合变化也是无穷无尽。战争中的军事实力运用只有机和正2种，但组合变化却是无穷无尽的。机和正相互生长，相互转化，就像圆环旋转，永无止境，谁也无法洞悉。湍急的水流之所以能够漂移大石，那是因为它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老鹰攻击小鸟，一举可以使对手陷入绝境，那是因为他抓住了最有利的时机和位置，节奏迅猛。因此，善于作战的指挥官创造的态势是陡峭而险峻的，进攻的节奏是短促而有力的，像满弓待发的箭一样威力潜藏，像搏动的鲁机一样突然。旌旗飞扬，士兵整齐列阵，双方混战。战场上的形势千变万化，但我们的指挥、组织和阵型要井井有条。这样，即使形势混乱不堪，胜利仍然会处于我们的掌握之中。当一方混乱时，那是因为另一方的组织更加严密；当一方胆怯时，那是因为另一方更加勇敢；当一方弱小时，是因为另一方更加强大。军队能不能治理有序，取决于组织和编制；士兵够不够勇敢，取决于部队所营造的态势和声势；军队够不够强大，取决于部队日常训练所培养的内在实力。所以，善于战争的人追求的是创造有力的势能，而不是苛求士兵。因此，他们能够选择人才来适应，并利用已形成的势。有才能的指挥官所创造的势，就像木头和石头转动一样。木头和石头在平坦的地面上静止不动，而在陡峭的斜坡上滚动。方形容易静止，圆形容易滚动。有才能的将领所创造的势，就像把原石从极高极陡的山上滚下来一样，势不可挡。这就是所谓的势。湍急的流水与猛禽攻击的节奏，展现了战争中的力量与势能。有才能的指挥官懂得创造险峻的态势，以及短促有力的进攻节奏。他们的组织与指挥井井有条，而部队的治理也井井有条。在战场上，混乱与怯懦会让我们变得更加脆弱，而勇敢与强大就会让我们获得胜利。军队的组织编制、士兵的勇气与部队的实力决定了战争的结果。所以在我们面对生活的困难与挑战时，需要创造强大的内在实力和积极的态势。只有通过良好的准备、有序的思维和勇敢的行动，我们才能够在人生的挑战上获得胜利。
善于把握力量和节奏的智者，能够在变幻莫测的情况下把握时机，展现自己的才华，从而胜利克服人生的挑战。好，第6章虚实篇，我会在近期加班加点的更新，非常感谢您的观看，订阅支持我一下吧。孙子兵法虚实篇，隐藏真相，创造胜机。虚实篇强调了战争中运用虚实的原则，先到战场并等待敌人的一方能够保持从容和主动，后到战场并匆忙应战的一方则容易疲劳和被动。他提倡善于调动敌人，使其陷入我方的计谋中，而我方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避开敌人坚固的地方，攻击其虚弱的地方，透过变化来获得胜利。孙子说，凡是先到战地并等待敌人的，就能保持从容和主动的态度，而后到战地并仓促应战的，则容易疲劳和被动。因此，善于指挥作战的人能够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能使敌人上钩的方法是透过小力的引诱，能使敌人无法到达预定地点的方法是透过各种手段的阻碍。因此，当敌人休整得好时，我们要设法使其疲劳；当敌人供应充足时，我们要设法使其饥饿；当敌军驻扎安稳时，我们要设法使其移动。出兵时要指向敌人无法救援的地方，行动要在敌人意料之外的方向。行军千里而不感到疲劳，是因为行进在没有敌人或敌人没有防守的地区。进攻能够成功，是因为我们攻击的地方敌人没有注意防守，或者不容易守住。我们的防守能够牢固，是因为我们扼守在了敌人不敢攻或不容易攻破的地方。因此，善于进攻的人能够使敌人不知道如何防守，善于防御的人能够使敌人不知道如何进攻。多么微妙呀，微妙到看不出一点端倪；神奇呀，神奇到听不出一点声息。这样我们就能够主宰我们的命运。在我们前进时，敌人之所以无法抵抗，是因为我们攻击敌人薄弱的地方；在撤退时，敌人之所以无法追赶，是因为我们迅速撤退，使敌人追赶不上。所以，如果我们求战，即使敌人坚守深沟高垒，也不得不出来与我们求战，因为我们进攻的地方是敌人必救的地方。如果我们不想交战，即使画地自守，敌人也无法与我们交战，因为我们改变了敌人的进攻方向。所以用示行的方法欺骗敌人，又使其暴露企图而自己不露行迹，使敌人摸不清我们的虚实。即使有间谍的存在，也无法探明我们的虚实。即使敌人很高明，也想不出对付我们的办法。根据敌情而取胜，将胜利摆在众人面前，众人却看不出来，他们只知道我们是根据敌情变化取胜的，却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根据敌情变化取胜的。所以每次的战胜都不是重复以往的方法，而是根据不同情况做出适应和变化。用兵的规律就像水一样，水流的规律是避开高处而向低处流动，用兵的规律是避开敌人坚固的地方，攻击其虚弱的地方。水因地形的高低而受限制，作战则根据敌情而制定取胜的策略。因此，战争没有固定不变的方法，就像水流没有固定的形态一样。能根据敌情的变化而取胜的人，被称为用兵如神。用兵的规律就像大自然的现象一样，五行相生相克，四季轮回交替，白天长短不同，月亮处处有缺有圆，永远处于变化之中。好，虚实这一章讲解了我们在战争中运用虚实的原则。善于调动敌人的人能够取得主动权，使敌人无法掌握战争节奏。通过引诱和干扰敌人，我们能够创造有利的战场环境，使敌人难以预测和应对。在战争中，我们应该善于选择战场和作战时机，避免敌人的坚守和追击，并利用敌人的弱点取得胜利。我们应该灵活变通，根据敌情的变化调整战略，以确保战争的成功。
这一原理不仅适用于战争，也可以应用于人生和事业的各个方面，来让我们知道如何善于利用机遇变化，达到预期的目标。第7章军争篇，智慧指引胜利的军事策略。在战争中，将领们需要接受军命，召集军队，安营扎寨，并准备前往战场与敌人对峙。然而最困难的部分在于如何利用迂回的方式快速地到达目的地。将一副烂牌给打好，将看似不利的情况转变为有利的条件。我们就需要一位善于运用迂回战术的将领。虽然军争充满挑战，但只有能够精通迂回策略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孙子说打仗的道理，将领们需要接受军命，从召集士兵、搭建营帐，到前往战场与敌人对峙。在打仗中最难的地方就在于用绕路的方法实现比敌人更快到达战场的目的，把一副烂牌给打好，把看起来不好的条件变成好条件。所以因为我走了弯路，又用利益引诱敌人，让敌人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所以虽然我们出发比他们晚，我们却能比他们早到战场。能这么做就是懂得绕路和直接的计策的人。打仗是为了有利，但打仗也有危险。带着所有的装备去争利，就会影响行军速度，就不能比敌人早到战场。而丢下装备轻装去争利，装备就会遗失。穿上盔甲急忙前进，不分昼夜的赶路，跑100公里去争利，那么三军的将军就有可能被抓走。强壮的士兵能够先到战场，而累坏了的士兵必然会落后，那样就只有1/10的人马能够按时到达。而强行走50公里去争利，前面部队的主将必然受挫，而军事一般只有一半能够按时到达。而强行走30公里去争利，一般只有2/3的人马能按时到达。这样部队没有装备就不能生存，没有食物供应就不能生存，没有战备物资储备就不能生存。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各国各友军的计划，就不要和他们联合作战。如果我们不知道山林、险地和沼泽的地形分布，那就不要行军。只有用当地人当导游，才能掌握和利用有利的地形。所以打仗是靠着用聪明的计划和出奇兵而赢的。先看能不能赢，再决定要不要行动。根据双方情况，或分兵或集中为主要变化。按照战场形势的需要，如果我们想要部队行动快速，那部队就应该像狂风一样旋转；如果我们要他们行动从容，那他们就应该像森林一样慢慢地展开。我们的军队攻城略地时，也应该像火焰一样迅速；我们的军队驻守防御时，就要像大山一样稳固；我们的军情隐藏时，要像乌云遮日；我们的大军出动时，要像雷霆万钧。夺取敌方的财物，掳掠百姓，要分兵行动；开拓土地，分夺利益，要分兵守住重要的地方。这些都要权衡利弊，根据实际的情况随机应变，兼知道绕路和直接的计策的将赢。这就是打仗的道理。军政说，在战场上用语言来指挥，听不清或听不到，所以设定了筋骨。如果用动作指挥，就会看不清或看不到，所以我们用旗帜。筋骨和旗帜是用来统一士兵的视觉和听觉，以及统一作战行动的。既然士兵都听从统一指挥，那么勇敢的将士不会自己往前冲，胆小的也不会自己后退，这就是指挥大军作战的方法。所以夜间作战要多处点火，频频击鼓；白天打仗要多处设置旌旗。这些是我们用来扰乱敌方的视觉和听觉的。对于敌方三军，我们可以打击他们的气势，让他们失去信心；对于敌方的将领，我们可以动摇他们的决心，让他们失去斗志。所以如果敌人早上刚到，他们的气势必定旺盛；等他们排好阵到中午了，他们就会累了，而气势也会低落。等到天黑，他们想回家，气势就会更加的衰竭。
会打仗的人，在敌人气势旺盛的时候就会避开敌人，等到他们心情低落时，才在发起猛攻。这就是正确运用信心的道理。用管理严格的我军来对付管理混乱的敌军，用我冷静稳定的军心来对付军心不安的敌人。这是掌握并运用军心的方法。以我静怒到达战场，而等远路赶来之敌；以安稳的我军来对付精疲力竭的敌军；以吃饱喝足的我军来对付饥肠辘辘的敌军。这就是懂得并实践治理我们自己的力量，来让敌人的力量变得困难。不要去迎击旗帜整齐、部队统一的军队，不要去攻击阵容严整、信心饱满的军队，这是懂得战场上的随机应变。所以打仗的道理是，如果我们对战高地，那要靠山丘制敌，而不要正面攻上去。对假装逃跑的敌人，我们不要追赶；对于敌人最精锐的兵力，我们不要去硬碰；对于敌人派来诱惑我们的兵力，我们不要贪婪；对正在撤退的部队，我们不要去阻止；对被围住的敌军，我们要留一个出口；对于已经走投无路的敌人，我们不要太逼迫。这些都是打仗的基本道理。好，这一章中孙子提供了智慧来指引胜利的军事策略，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战场上，也可应用于人生中。兵法中的智慧与人生哲学相辅相成，他们告诉我们，在面对困难与挑战时，要灵活变通，善于运用智慧和策略，用智慧来引领我们走向胜利的道路。在我们人生的挑战中，智慧也是攸关成败的关键，它能够帮助我们在人生的困境中找到出路，化不利为有利，把一手烂牌给打好。好，下一章是9变篇，我也会在这几天加班加点的更新，订阅支持我一下吧，非常感谢。孙子兵法它早已经超越了军事战略的范畴，它的原理和智慧早就已经对全世界的商业领袖、企业家、政治家、教育家，对他们的这些产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孙子兵法这本书中所讲述的原则与策略，虽然在字面上描绘的是战争的艺术，但是其实这些思想早就已经被广泛的应用于商业管理、人力资源开发、领导力的培养、解决冲突矛盾，甚至生活的智慧等多个领域。每一章的原则都激发了我们对策略、机动性、预见性以及对敌人了解的深入思考。孙子兵法所提倡的不仅仅是战争的胜利，更是一种无战而屈人之兵的极高智慧。它体现在了我们的各种生活与工作场景之中，可以说是真正的生活哲学。好，接着分享我们讲到的第8章9变篇，它讲的是我们应该如何掌控命运的变数。在这一章中，孙子深入地探讨了战争中的不同情境以及如何应对这些变化。他强调了将帅在指挥军队时需要灵活应变，依据地形、环境、敌人状态等因素做出最有利的选择。孙子也点出了5种最有可能威胁到将帅成功的危险，并介绍了我们应该如何避免这些危险，以取得最终的胜利。孙子说，凡是用兵的原则中，将军接受君主的命令，统合军队，集结成军，在开阔的地带不能停留，在交通节点、交通要道的地方，我们要联合和结交诸侯，在绝地里不能停留，在被包围的地方，我们则要进行谋划，在绝望的地方，我们则要战斗。有些路我们不该走，有些军队我们也不该攻击，有些城市我们不该攻占，有些土地我们不需要争夺。不合乎上述9变的，即使是君主的命令，我们也可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所以如果一个将军了解9变的优点，就懂得用兵了。只有懂得9变的优点，在我们知道了地形之后，就会利用好土地的优势。作为军队的指挥官，如果我们能够了解9变的技巧，那么在知道了武力之后，就能够充分地发挥军队的战斗力。所以有智慧的人的思考必定涉及到利益和危害的考量，智者会综合考虑利益，从而确保我们的计划是可靠的。我们也会综合考虑危害，从而解决潜在的问题。所以要想让诸侯屈服，
就要用诸侯最害怕的事情去威胁他；要想役使诸侯，我们就要用最危险的事情去困扰他。如果想让诸侯来归附我们，就要用利益来吸引他们。所以使用军队的方法不是依赖敌人不来，而是依赖我们有能力等待他们。我们不是依赖于他们不攻击，而是依赖于我们有那种能够使敌人没法战胜自己、攻破自己的充足的实力和方法。所以将帅有5种致命的弱点：有勇无谋，只知死拼，就有可能被敌人诱杀；临阵畏怯，贪生怕死，就有可能被敌人俘虏；急躁易怒，一触即跳，就有可能受敌凌辱而妄动；廉洁而爱好名声，过于自尊，就有可能被敌侮辱而失去理智。如果将帅溺爱民众，就有可能被敌烦扰而陷入被动。这5种都是将领最容易犯的错误，也是军队的灾难。如果军队被击败，将军被杀，那原因一定在这5种弱点之中。所以孙子的9变不仅仅是军事策略的智慧总结，也可以视为人生哲学的宝藏。无论是在战争还是在生活中，我们都需要灵活应变。面对变化多端的情境，我们应该善于因地制宜，善于灵活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采用多种方式。同时，每个人的性格和生活态度等多种因素也会对我们的生活结果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要学会管理自我，调节自我的情绪，化解自我的情绪，以避免自身的弱点成为阻碍我们成功的风险。总的来说，我们生活当中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就如同战场中的敌人一样，我们要适应变化，了解自我，善于策略，这样我们才能够在生活的挑战中取得我们所想要的胜利。第9章行军篇，地形策略的智慧。在这一章中，孙子探讨了军队在不同地形下应该怎样进行战略部署，以及如何进行行为应对。孙子强调了观察地形、适应环境、有效使用情报以及建立士兵的忠诚等方面的重要性。此外，透过判断敌人的行为和运用心理战术，对于这些，孙子提供了一系列实用的建议，从而增强我们的军队在战场上的优势。孙子说，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布置我们的军队与敌人对峙，都应该注意，在我们的军队通过山地时，要靠近有水草的谷地；在我们的军队驻置时，应该选择拥有生存空间的位置，居高向阳。如果我们的敌人占据了高地，那么千万不要仰攻，这是我们在山地部署军队的方法。如果我们是在水边，那么我们就要选择距离水源有一定距离的地方。如果我们的敌人渡河前来进攻，千万不要在水中迎接他们，而是要耐心地等待他们的军队渡河渡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再去攻击他们，这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如果我们要与敌军交战，就不应该贴着水边去迎击他们，我们在江河地带驻扎也要居高向阳。我们要避免在敌军下游低凹地来驻扎我们的士兵或布阵，这是在水上部署我们部队的原则。如果我们是通过盐碱或沼泽地带，那就要尽快离开。如果我们被迫在盐碱沼泽地与敌军交战，那就必须面靠水草，背靠树林，这是在沼泽地部署我们军队的方法。如果我们是在平地，就要找到地势平坦的地方，最好背靠高处，让前方是死路，后方是生路，这是在平地部署军队的策略。这4种地形的布军策略，是我们华夏远古的皇帝之所以能够打败4地的关键。所有的军队都喜欢干燥的高地，而不喜欢潮湿低洼的地方，都喜欢阳光而不喜欢阴暗，都喜欢生存而不喜欢被压迫。如果我们驻扎在便于生活和地势高的地方，我们的将士就不至于发生各种疾病，这是我们的军队制胜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如果我们遇到了丘陵或堤防，那么我们一定要驻扎在向阳的一面，并且要背靠着它，这是利用地形来助长军力。如果在下雨天水流湍急，我们想要涉水而过，
我们就要等水流稳定之后再行动。在任何地方，只要有深涧、深坑、陷阱、网状陷阱、下沉的地方或者裂缝，我们都要尽快远离。我们要远离这些地方，而让敌人靠近它；我军面向它，而让敌军去背靠它。如果我们部队的旁边有危险的地方，如深井、芦苇、小树林或密林，那么我们一定要仔细的搜查，因为这些地方可能有躲起来的敌人伏击。如果敌人在近处却又静止不动，那么他们一定是依赖了什么我们还没有发现的潜在条件。如果敌人离我们很远而又来挑衅我们，那他们肯定是希望我们过去。如果敌人的防守地点很容易被攻破，那敌人一定是有什么利益在引诱我们。如果树木突然动了，那一定是敌人来了。如果我们周围的草丛里有许多遮蔽物，那就要小心了。如果鸟儿飞起来，那一定有人藏在里面。如果野兽惊慌，那一定是敌人大举来袭。如果尘土很高且尖锐，那就是敌人的战车来了。如果远远望去，尘土很低且宽阔，那就是敌人的步兵来了。如果尘土分散且细长，那就是敌人在砍柴。如果尘土很少且时起时落，那就是敌人在查看地形，准备射应。如果敌方的使者在口气上很谦虚，但实际上却又在加紧战备，那他们就是要攻进来了。如果敌人的口气强硬，而且他们的军队又在向我方进逼，那他们就是要撤退了。如果敌人的战车先行出来，并且在一边待命，那他们就是在布阵，准备和我们作战呢。如果敌人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向我们议和，那他们肯定就是在谋划着什么。如果敌人一边快速移动，一边排兵布阵，那他们就是在期盼着与我们交战。如果敌人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后退，那他们就是在引诱我们。如果远远望去，敌方的士兵都一个个的倚仗自己手中的兵器站立，那他们一定是饥饿缺粮。如果敌人从井里打水而急于先饮，那他们就一定是缺水。如果敌人明明看到了利益却不进攻，那他们一定是精疲力竭了。如果敌方的营寨上有鸟儿聚集，那营寨就一定是空的。如果敌营夜晚有人惊呼，那他们一定是心里恐慌。如果军队乱作一团，那就是将帅失去了威望。如果敌营惊急乱动，那就是阵型混乱了。如果敌方军官急躁易怒，那就是他们过度困倦了。如果发现了他们杀马取肉，那就是他们的军队没有粮食了。如果敌军在战争中抛下了重要的物资，却不回头来取，那就是敌人都绝望了。如果敌人的士兵聚集在一起，低声议论，那就是他的将领不得人心。如果发现了他们再三犒赏士卒，那就是敌人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如果敌人一再重罚部署，那就是敌军陷于了困境。如果将帅先对士兵残忍，然后再让他们畏惧，那就是不善于统领士兵的表现。敌人借故派使者来谈判的，那他们一定就是想休兵息战。如果敌军盛怒前来，却长时间不交战，也不离去，那我们就要小心翼翼地观察。军队的胜利并不在于多，只要我们不轻敌冒进，并且集中兵力，判明敌情，那也就足以战胜敌人了。只有那些没有谋略、轻敌妄动的人，他们就势必会成为敌人的俘虏。对于还没有建立亲近关系的士兵就进行惩罚，那他们就会不服从，不服从的士兵是难以指挥的。对于已经建立了亲近关系的士兵，如果惩罚不能公正的实施，那这样的军队也是不能打仗的。所以要用政治道德教育士卒，同时用军规军法来统一步调，这样才能确保我们的获胜。只要我们平常时能够认真执行命令，教育士卒，我们的士兵就会养成服从的习惯。我们之所以能在平日里认真执行命令，那是因为将帅跟士卒互相信任。好了，在这一章中，孙子提供了深刻的洞见，这不仅仅是对古代战争，更是对现代生活、职场以及人际关系的一种启示。这让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怎样才能够在困难的环境中适应和生存。
怎么样有效地判断和应对各种各样的情况。孙子强调了情报、忠诚和心理策略在决定战争和日常生活的结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作为个人或组织，理解和运用这些原则，可以帮助我们在不确定的世界中保持敏锐。好，下一章地形篇，我也会在这几天加班加点的更新，订阅支持我一下吧。孙子兵法地形篇，地形与军事策略。在古代的战争中，地形和战略选择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一章分析了6种主要的地形以及对应的战术，也强调了对地形的了解是达到胜利的基础。孙子说，地形有6种，分别是通、卦、支、隘、险、远。通行就是四通八达之地，我们可以过来，敌人也可以过来。在这种地形下，我们应该先占据有高度和朝向阳光的地方，把握好我们粮食的运输路线，这样打仗才对我们最有利。卦形就是比较凶险的地形，我们可以进去但不容易出来的地方。在这种地方，如果敌人没有防备，我们就要趁机打败他们，但如果敌人有准备，我们出兵打赢的概率很低，这个时候我们再回来就会很困难，这是不利的。支形就是敌我双方都很难出兵的地形，我方和敌方都不容易打赢。在这种地方，即使敌人用利益来引诱我们，我们也不要轻易出击，我们最好是带领部队假装离去，把他引出来一点，然后攻击敌人，这是最有利的。隘形就是狭窄的地方，在这种地方，如果我方先战，就要把部队布置满，然后等敌人过来。如果敌人先战呢，而且有重兵据守，那就不要去攻击他们。如果敌人没有重兵据守，那我们就要快速夺取。而险形就是易守难攻之地，在这种地方，如果我方先到，就要先占据有高度和朝向阳光的地方，静静地等待敌人。如果是敌人先到，那我们就要主动撤退，不要去攻击他们。远行就是敌我双方相距很远，在这种地方，如果我方和敌方实力相当，那就不要挑衅敌人，勉强打仗对我方不利。以上这6种都是地形的特点，这是我们作为将领的重大责任，我们一定要仔细观察。军队失败有6种原因，分别是走、迟、陷、崩、乱、北。这6种情况并不是由天灾或者地变造成的，而是将领的失误。如果两边势均力敌，但是将领却用很少的兵力去攻击大量的敌人，就会被打败，这种就叫走。如果是士兵很勇猛，而将领却很软弱，因为这样的原因而失败了，那就叫做迟。而如果是将领很能干，而士兵却很怯懦，因为这种原因而失败了，那就叫做陷。如果是部下不服从命令，遇到敌人擅自出战，将领管不了部下了，掌握不了他的能力，因为这种原因而失败的，那就叫做崩。如果是因为将领没有威信和能力而不能统一指挥而失败的，那就叫做乱。如果是将领不能正确判断敌情，而用少打多或者弱打强而失败了，那就叫做北。这6种情况都是导致失败的原因。作为将领的重大责任，我们一定要仔细观察。而地形是用兵的帮助条件，正确判断敌情，制定胜利的计划，研究地形的好坏，计算路程的长短，这些都是将帅的职责。了解这些之后再去战斗的人一定能赢。所以如果我们根据战场的情况而确定可以赢，那就算国军说不要打，我们也可以坚持打。如果我们根据战场的情况确定了赢的概率很低，那就算国军要求打，我们也可以拒绝打。作为将领，我们不要因为贪图战功而冒险，也不要怕负责而逃避，只要保护国家和军队的安全，符合国军的利益，这样的将帅才是国家最宝贵的人才。对待士兵就要像看待自己的孩子一样，那么士兵就会跟随将帅而不怕死。对待士兵就像爱自己的孩子，那么士兵就可以与将帅同生共死。但是对士兵如果过分宠爱而不能指使他们，一味溺爱而不能命令他们，违反了规则也不能处罚他们，这样的军队就如同被宠坏的孩子一样，也是不能用来打仗的。
只知道自己的士兵能打，而不知道敌人不能打，赢的可能性只有一半；只知道敌人能打，而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士兵不能打，那么我们赢的可能性也只有一半。如果是我们知道敌人能打，也知道我们自己能打，但是却不知道地形不适合打，那我们赢的可能性也还是只有一半。所以真正懂得用兵的将帅，他做事会有目标而不迷失方向，他会采取措施变化多端而不固执。所以说，知道敌人和自己的情况，那我们就能百战百胜；知道天时又知道地利，那么胜利就无穷无尽了。在这一章中，我们明白了地形在战略决定中的核心作用。成功的将领必须得懂得如何用地形来制定好战略，并能够根据不同的环境因素而做出调整。另外，这一章节也提醒了我们作为领导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保持冷静和谨慎。在当下，这些古老的智慧仍然对我们具有很高的价值。这不仅适用于军事，还能被应用于商业、领导和决策等多个领域。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根据情况而调整策略，我们要保护和利用资源，从而达到最优的结果。好，下一章火攻篇，他讲了火攻策略的运用和考虑。在这一章中，孙子提出了关键战略的思考和行动原则，主要讨论了5种火攻策略的应用，阐述了在适当的时机和情况之下对于火攻的运用，以及处理战争之中的情绪等议题。此外，孙子也强调了火攻的变化以及如何应对这些变化，同时也比较了火与水在攻击中的作用和效果。孙子说，火攻有5种目标：第一是烧毁敌军的人马，2是烧敌军的粮食和草料，3是烧敌军的辎重，4是烧敌军的仓库，5是烧敌军的桥梁和船只。用火也要看时机，要看天气和月相。所谓看时机，指的是天气要干燥；所谓看天气和月相，指的是月亮运行到鸡、毕、羿、真4个星宿的位置。凡是月亮运行到这4个星宿的位置时，就是起风的日子。用火之后，要根据火势的变化，及时的派兵配合。如果是从敌军里面放火，就要及早派兵从外面来策应。如果火已经起来了，而敌军还保持镇静，那就要等一等，不要马上攻击。等火势最大的时候，看情况可以攻就攻，不可以攻就停。如果是从外面放火，那我们就不用等内应，只要时机和条件好了就可以放火。用火要在上风的地方，而不要在下风的地方进攻。白天风刮久了，晚上风就会停。军队要会用5种火攻的方法，我们要等到条件好了再用火。用火可以帮助攻击明显的容易赢，用水也可以帮助攻击，攻势也可以加强。水可以让敌军断了联络，但不能烧掉敌军的东西。打了仗，占了地方、城池，但不能保住胜利，那是危险的，这就叫做废留。所以聪明的国君一定要想清楚这个问题，厉害的将领必须处理好这个问题。只有是对国家有好处的才能打仗，只有是有赢的把握，我们才可以出兵，除非到了非常危急的时刻，否则我们不要轻易开战。作为君主，他不可以因为一时的生气而打仗，将领也不可以因为一时的愤怒而对敌人发动进攻，只有对国家有好处了才做。因为生气了之后又可以重新变得开心，不高兴也可以变得高兴，而国家没了就不可以再有了，人死了也不能再活了。所以聪明的国君对打仗的问题一定要小心，好的将领对打仗的问题也一定要注意，这是让国家安全和保全军队的关键。总之，孙子的火攻策略主要涵盖了5种火攻方法的运用和变化。重要的是在进行火攻时，我们必须适应环境和情况，并且要适时的应对。同时，孙子在前面也强调了作为领导者在战争中的行为原则，比如说不应该因为愤怒或者情绪不稳而进行攻击。这些原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职场环境中仍然具有深远的影响。激进的行动可能会带来短期的利益，
而真正的智慧在于根据具体情况做出深思熟虑的决策。在任何的冲突或者困难面前，我们应该冷静理智，避免让情绪支配我们的行为。这也是《孙子兵法》对于我们现代人生哲学的重要启示。好，下一章是用间篇，如何使用间谍。我会在这周加班加点的更新，订阅支持我一下吧。运用间谍的智慧，孙子探讨了间谍在军事策略中的关键地位，具体介绍了我们应该如何管理并运用间谍。孙子分别定义了5种间谍，有阴间、内间、反间、死间和生间。孙子也解释了各种间谍的作用和运用策略。他还强调了了解敌人情报的重要性和审慎处理间谍信息的必要性。孙子说，假设你要动员10万人的军队，长途跋涉去打仗，人民的支出以及国库的费用每天都要耗费1000斤的黄金，这样全国上下就会动荡不安，路上的人力资源浪费，加上不能正常运行国家事务，这样一来，动用10万人的军队，损耗的大概就会有70万的家庭。如果是僵持好些年，只为了胜利的那一天，然而却爱慕那么一点点的俸禄和金钱，却不了解敌人的情报，这种人算是极度的不仁。这样的将帅就不是军队的好将帅，也不能算是国军的辅佐，更不能算是可以带领胜利的人。所以明智的国君和贤能的将军之所以能够打胜仗，他们超越众人的关键就是拥有先知的能力。这种先知的能力并不是来自于鬼神的启示，也不是猜测，更不是靠经验，而是需要人，就是了解来自敌人的情况。所以间谍的使用有5种：阴间、反间、内间、死间和生间。当这5种间谍一起运作时，那就没有对手能够明白他们的工作方式。这是很神妙的道理，是国军制胜敌人的法宝。阴间是指利用本地人来做间谍，内间是指利用敌人的官员来做间谍，反间是指利用敌人的间谍来回馈信息，死间是指故意散布虚假情况，让我方间谍知道而传给敌方，敌人上当后往往会将我方的间谍处死。而生间是指派往敌方侦察情报之后仍然能够活着回来汇报敌情的。军队中的所有事情没有比间谍更重要的，赏赐也没有比对间谍的赏赐更加丰厚的，事情也没有比对间谍的事情更加机密。只有是有着仁义胸怀的人才能够有效地指使间谍，只有是有着极致细腻的思考，才能够真实地得知间谍的情报。所以这是很微妙的，没有什么地方是不能够运用间谍的。如果间谍的情报还没有公之于众，你就已经听说了，那么间谍和知道的人都必须处死。无论是军队想要攻击的城池，还是想要杀掉的对象，都必须先知道他们的守将、左右手下、门房以及仆人的姓名。命令我们的间谍必须去查询这些。如果是敌人的间谍来刺探我们，我们要依据情况而进行重金收买、优礼款待，要经过诱导交给任务，然后放他回去，这样反间就可以为我所用了。由于我们是从反间那里得知敌人的情况，所以阴间和内间都可以被使用了。由于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些，所以我们可以为了假消息而使用死间，同时也可以让敌人知道，由于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些，所以生间可以按照计划进行。5种间谍的事情，作为国军必须全都知道。知道他们的重要性就在于反间，所以对反间的赏赐一定要厚。昔日商朝的兴起是由于重用了在夏朝作为臣子的伊尹，而周朝的兴起是由于重用了在商朝为官的姜子牙。因此明智的国君和贤能的将军，如果我们能够运用诸多智慧来使用间谍，那么我们就一定可以完成大事。这是兵法的关键，也是三军赖以行动之所在。
这一章不仅是关于如何运用间谍，也可以运用到我们人生哲学的层面。这一章告诉我们，在人生中获取正确的信息和了解我们的敌人都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个敌人可以只是我们的竞争者、我们的挑战和我们的困境。而且如何适当的运用我们的间谍，这都需要我们具备智慧和仁义的心怀。这个间谍也可以指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资源、人脉或者机遇，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并且顺利的使用我们手中的资源来创造成功。好了，九地篇讲述了运用九地原则的军事策略。在这一篇中，孙子深入探讨了兵法的九地原则，以及如何在不同地形、不同情况之下适当的运用军事策略。九地包括散地、轻地、征地、交地、渠地、重地、匹地、围地和死地这9种地形，每一种都需要不同的策略与对策。孙子也谈到了如何根据地形优势来激励士兵的士气，以及如何在战场上适时的应变。孙子说，散地就是在自己的国土上打仗，如果在这种地方打仗，就会损害我们自己的人民。轻地就是刚进入敌国不深的地方，在这种地方不要停留，因为会被敌人包围。征地就是无论我方或者敌方谁先占领了，就对谁更有利的地方，在这种地方我们就应该先占领。如果被敌人已经先占领了，那么我们就不要硬攻。而交地就是我方和敌方都可以到达的地方，在这种地方要小心防守，并且保持部队之间的联系。渠地就是和其他国家接壤的地方，在这种地方要和其他国家结盟，争取他们的支持。重地就是深入敌国的地方，在这种地方要夺取敌人的物资，让自己有足够的补给。匹地就是山林、险阻、沼泽等难走的地方，在这种地方要快速通过，不要停留。围地就是前窄后险的地方，在这种地方如果被敌人堵住，我们就应该想办法突破。而死地就是只有拼命才能够活下来的地方，在这种地方要奋勇作战，不要退缩。古代会打仗的人能让敌人乱作一团，前后不能互相帮助，主力和小部队不能互相配合，军官与士兵不能互相支援，上下不能互相联系，而他们的士兵也会四处逃跑，即使不逃跑也很没有秩序。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要根据是否对我们有利来决定要不要行动。试问，如果敌人很多而且很整齐的来攻击我们，那我们该怎么办呢？答案是先去攻击敌人最重要的部分，这样敌人就会被迫来听我们的安排了。打仗的时候要快速行动，趁敌人还没有准备好，走他们没有想到的路，去打他们没有防备的地方。如果我们要进入敌人的国土，那就要让士兵心无旁骛。我们要在有钱有粮的地方拿东西吃，让我们的士兵吃饱喝足。我们要注意士兵的身体状况，不要让他们太累，要提高他们的士气，让他们有力量。我们要安排好兵力，想好计策，让敌人猜不到我们要做什么，把士兵带到没有退路的地方，就算死也不会败退。既然士兵不怕死，那就会尽力打仗了。我们的士兵陷入了危险的地方，就不会害怕了，因为没有退路，我们的士兵就会更加的坚定。在别人的国土上打仗，我们的士兵就不会分心，他们被逼到绝境了，就会拼命战斗。所以我们有了这样的军队，不用我们多说，士兵自动都知道会小心；不用我们多鼓励，士兵都会全力以赴；不用我们多管束，士兵都会互相帮忙；不用我们多下命令，士兵都会遵守规则。我们不用相信迷信的东西，要消除士兵的疑惑，那样他们即使战死也不会退缩。如果我们的士兵舍弃了多余的财物，那不是因为他们讨厌钱财，不怕牺牲生命，也不是因为他们不想活得长久。如果是上前线拼刺刀的时候到了，那坐着的士兵们就会把衣服都哭湿了，而躺着的士兵都会哭得泪流满面。
如果是我们把军队带到没有退路的地方，那士兵们就会像专诸、曹刿的部队那样勇敢了。能打仗的人能让军队像率然一样，这个率然指的就是中国北部长山上的一种蛇，你打它的头，尾巴就来帮忙；你打它的尾巴，头就来帮忙；你打它的中间，头尾都会过来帮忙。试问，可以让军队像率然一样吗？答案是可以。春秋时期，吴国和越国虽然互相仇视对方，可是在同一艘船上过河时，如果遇到大的风浪，也能互相救援，就像一个人的左右手一样。所以想靠把马拴住，把车子埋起来，来让军队不跑掉，那是不可靠的。要让全军一心一意，那就要靠好的组织和指挥，要让强弱都能发挥作用，要靠合理的利用地形。所以能打仗的人指挥三军，就像用一个人那样容易。这是因为我们把士兵带到了不得不打的地方而造成的。带军队的事宜，我们需要冷静思考，严肃有序，要让士兵不知道我们的计划，要让他们听话。我们要常常改变战法，要常常更新计策，让我们的敌人不能看穿。我们要常常换地方住，要常常走弯路，让敌人不能猜到我们要干嘛。一个将领给军队下命令，就要像爬上高处，然后把梯子拿走一样，让士兵们只能往前走。等到我们的军队进入了敌国，要像拉满弓然后放箭一样，让他们一直往前冲，烧掉船只，打碎锅碗，表示必死的决心。我们要像赶羊群一样来来去去，让我们的士兵不知道到底要去哪里，把所有的士兵都集中起来，放到危险的地方，让他们拼命打仗。这就是将领的责任。根据不同的地方采取不同的做法，适应情况灵活调整，了解我们的士兵在不同情况下的心情，这些都是作为将领我们必须认真考虑和仔细研究的。打仗的时候要看我们进入敌人的国土有多深，我们的士兵就会有不同的心态。进得深，士兵就会团结一致；进得浅，士兵就容易散乱。离开本国，越过邻国进入作战的地区，这叫做绝地，而四通八达的地区叫做衢地。进入敌境深的地区叫做重地，进入敌境浅的地区叫做轻地，后险前狭的地区叫做围地，无处可走的地区叫做死地。因此在散地，我们就要使军队专心一致；在轻地，我们就要使部队相连线；遇到了争地，我们就要迅速前出到它的后面；遇到了交地，我们就要谨慎防守；而在衢地，我们就要巩固与我们邻国的结盟；遇到了重地，我们就要保证军队粮食的不断供应；遇到了起地，我们就要迅速通过；陷入了围地，我们就要堵住缺口；到了死地，我们就要显示死战的决心。那么我们士兵的心态在被包围之后就会团结一致的抵抗，没有退路了就会拼命的战斗，陷入危险了就会听从指挥。如果我们不了解邻国的计划，就不要跟邻国做朋友。只有充分了解了山林、险阻、沼泽等地形之后，我们才能够开始行军。使用当地人当向导，我们就能够占尽地利。对于9地的好坏，只有9种，每一种都烂熟如新，才能够算是强大的军队。强大的军队攻打大国，可以让敌国没有时间准备并集结士兵。如果我们把威力加在敌人头上，就可以让他们没有办法与别国结交。所以我们不需要争着和邻国结交，也不需要在别的国家建立自己的势力，只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把威力加到敌人身上，我们就可以夺取敌人的城市，毁灭他们的国家。当我们给士兵超出规定的奖励，下达打破常规的命令，那么我们指挥全军就像用一个人那样容易了。让我们的士兵去做事情，而不告诉他们原因，只告诉他们好处，而不告诉他们坏处。这样把士兵带到危险的地方，才能够保住他们。让士兵陷入死路，才能够让他们活下来。士兵陷入危险了，才能争取胜利。
所以只会打仗要假装听敌人的话，一旦有机会就集中兵力打敌人一个地方，这样就算走得很远，也可以杀死敌将。这就是所谓聪明能办大事的意思。所以决定打仗的时候，要封锁关口，销毁通行证，停止跟敌国的使节来往，在庙堂上反复讨论，想好打仗的计划。一旦发现敌人有弱点，就要快速趁机进攻，实施计划要随着敌人的变化而不断改变。所以打仗开始要像处女一样沉静，不露声色，要让敌人放松警惕。打仗展开之后，要像兔子一样快速行动，让敌人来不及反应。总之，孙子的9地原则提供了在各种地形、各种情况下的战略方法。孙子强调了我们应该根据地形和敌军的情况来灵活变通，也指出了在激励士气、资源管理以及地利使用上的关键策略。适时的应变结合军事智慧与谋略，这可以让我们在战争中取得最大的胜利。运用这些原则，可以让我们在战略决策上获得深刻的洞察。好了，《孙子兵法》这个系列啊，现在已经全部更新完毕了，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与陪伴，请帮我分享给一位会对他们有帮助的朋友吧。另外呢，后面如果你有任何喜欢的章节，也欢迎留言，我会跟你互动，我们一起讨论更新。默认情况下呢，我会更新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还有灵魂轮回这个系列，订阅支持我一下吧，非常感谢。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